自从疫情的开始到现在，我就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有些人说欧洲经济萧条快撑不下去了，有朋友说荷兰的社会福利不会长久，也有人说现在的欧洲非常危险。有些朋友也离开了荷兰，回到自己的国家了。但是我今天不想和你聊政治，我今天想和你分享的是我为什么还在这。今天所有的分享都是我的个人观点，不代表任何人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云。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我先来说说我的个人经历吧。我是04年来到荷兰的，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，后来也在这里组织了家庭，然后就选择留在这里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觉得我还是很难说服我自己变成荷兰人。荷兰人看到我也不会把我当作荷兰人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换成荷兰护照。严格来说，我不能说我是移民，因为我还拿着马来西亚的护照。其实拿欧盟永久居留还是荷兰护照，除了不能选举之外，其他的没有太大差别。我也没有想过要变成荷兰人啦。我觉得我在这边还蛮融入当地生活的，在这里也交到了一些荷兰朋友，所以对于我来说呢，永久居留就够了，福利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而且马来西亚护照也蛮好用的，可以免签证进入179个国家。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工作，也在这里组建了家庭，我慢慢的就适应了荷兰这个国家。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，像是荷兰究竟有没有歧视？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上有哪里是没有歧视的吗？如果你们知道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歧视的，请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和我分享。我是马来西亚人，对吧？在马来西亚，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看对方不爽。我们就是有这种地域性的误解和刻板印象，像是西方国家的人比较懒散，亚洲人什么都吃，还有很多很多。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偏见。歧视这个问题，其实在历史上一直都有，现在还有，以后都会有，不会消失。它不是在针对一个民族哦，在这里会欺负华人、会歧视华人的，其实都是社会底层人士。在职场上，你可以感觉到这种歧视真的是微乎其微。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还真的没有遇到过。我喜欢荷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在文化上的包容。在这里住着大概10万的华裔人口，我所接触到的荷兰人不会因为我是华裔就故意为难我、嘲笑我、对我不友善。这些年来真的没有发生过，我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。这里的治安在很多西方国家算是非常好的。你说在街上有没有神经病的，有没有醉酒闹事的，在地铁上或是火车上有没有流浪汉，有没有无理取闹的，这些都有。但是荷兰的流浪汉大部分都是非常温顺的，不是那种暴力倾向特别强烈的。你问我在荷兰有受过委屈吗？出门在外不受一点委屈那是不可能的，出门在外有喜有悲，哪怕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，我也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也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，不经历一些坎坷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更何况我当初来到的时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，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就是为了见识，见识的一部分就是包括了体验生活，体验生活就是体验喜怒哀乐和了解社会的苦难，所以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没有一点挫折，一切都顺顺利利，那是真的不可能的。在我之前的视频，我也曾经提到过，在一些基础建设层面上，像是医疗、教育、退休金，荷兰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。比如说，荷兰的戴尔夫特理工大学就被誉为是欧洲的麻省理工，是世界顶尖的理工大学之一。荷兰的医疗系统也是欧洲各国中最完善的。荷兰也被认为是世界上适合退休人员的国家之一，因为它基本做到了没有贫困老人，这对工业发达的国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还有一点我比较喜欢的是，荷兰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、人人平等的国家。就像最近农夫们都在抗议，他们在抗议些什么呢？他们在抗议政府即将推出的减碳计划。农夫们都不同意这项计划，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用他们的卡车从农村困扰城市，而且有好几天都不供应商品给超市。我们有2天在超市都买不到 dairy products， 因为缺货。这里的文化就像伏尔泰的朋友们一书中所说的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所以在言论自由和男女平等这一方面，我个人觉得荷兰是做得非常好的，即便是女生在这里也是受到平等的待遇和尊重。总体来说，荷兰适合哪一些又不适合哪一些人来这里生活呢？我先说说特别不适合哪一类人来这里生活吧，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家里特别有钱，在商界和政治界都有一定的地位，你的社会地位也很高，你来到荷兰会特别的不适应，因为在这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。比如说在这里参加一个聚会或是交朋友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去打探对方的家庭背景，不会因为对方是个有钱人就去巴结他或是奉承他。即便你在一个聚会中隐隐约约的告诉大家你叫的是一辆跑车，住的是一间100万豪宅，大家听了之后很大可能只看你一眼，然后继续聊天，因为真的没有人在乎你的财富和你的家庭背景，这些话题大家都不会感兴趣。那么荷兰适合哪一些人呢？荷兰适合那一些家庭条件一般，但是希望过上平静的生活，希望享受生活，希望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下依然可以过上宁静的生活。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适合这一类的朋友。荷兰是一个慢生活节奏的国家，在这里该工作就工作，该休息就休息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这也是我喜欢在这里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大家都是先过上安逸和健康的生活，然后再考虑个人财富。还有一点就是在来荷兰之前，你要先确认你会不会 DIY， 因为在荷兰如果你不会 DIY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因为荷兰的人工成本非常的贵，如果你要请保姆、搬佣、清洁工、园丁，这将会是一个巨额的开销。在荷兰你要学会凡事都自己来，在这里最不缺乏的就是 DIY 的商店了。如果你有在荷兰或是海外生活过，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But I've known you too long,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, as you fade away.